Super Earth, our home. But freedom doesn't come free. No! Sweet liberty! No! 哼哼，觉得眼熟？这样的场景此时此刻正在星系的各处不断的上演，下一个可能就是你，除非你能做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，向所有人证明你有力量与勇气，去追求自由。 加入地狱前兵，成为维和部队的精英。Become a hero. Become a legend. Become a Helldiver. 几年前我就给大家推荐过一款超有意思的多人合作游戏《绝地潜兵1》，一个俯视角合作游戏。我们需要来到一个陌生的星球，和这里的虫子或者是生化人战斗。但是嘛，一个俯视角射击游戏竟然有友商，召唤的炮台竟然也不分敌我，队友的复活都能把我给砸死，就连接我回家的运输机都会恐怖着陆。 就是这么一款超硬核的合作游戏，最近竟然出了全新续作《绝地潜兵2》。原本我以为啊，一个以真实为核心的游戏3D 化之后，哪有那么容易友商嘛？射击游戏的手感这种小公司也很难做得好，游戏性嘛肯定会大打折扣。然而，《地狱潜兵2》可以说是我今年玩到上手最爽快、战斗体验最有意思的射击游戏了。 作为一名来自超级地球的民主主义战士，你从冷冻舱中被唤醒，你的目标是解放全星系。伴随着激昂的音乐，你乘坐降落舱出征。在充满危险的星球上，你需要完成一系列的任务，包括但不限于摧毁反动广播站、发射洲际民主核弹、提取710液体、物理解放城群。 这个游戏的战斗手感非常的优秀。当你第一次使用机枪的时候，你就完全能理解什么叫火力覆盖啊！往地上面一蹲呢，就可以轻松扫完一大片虫子，堪称割草神器。你要是怕自己的子弹不够，就给自己带上4个子弹包，一包都不给队友，就给我狠狠的打。 不过，随着游戏的难度增加，除了这些杂鱼怪兽，还会出现更多拥有高装甲的敌人，比如全身覆盖铠甲的强袭虫，或者是举着防爆盾的生化人。这些敌人坚硬的护甲能够直接弹开普通子弹的攻击，这时候就得给敌人也上点强度了。哎，这也是我觉得游戏里面最好玩的部分——远程重火力支援。 叠甲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们扛不扛得住这轨道激光炮。这游戏真打起来，轻则飞鹰级数炸弹，重则呢直接呼叫超级战舰支援，用120、380毫米口径的高爆弹对大范围的区域进行无差别的轰炸，甚至等级稍微高一点之后呢，还能解锁500千克的超级炸弹。这一发炸弹扔下去，直接夷平一片区域，超级壮观。 而且这些强力的炮火支援，大部分都没有次数限制。呼叫支援的 CD 呢，大部分也不是特别长。4名玩家每个人又可以携带4种火力支援，整个战斗体验下来，就完全治好了我的火力不足恐惧症。所以这游戏最好玩的点就是熟练运用这些又酷又猛的大杀器，打起怪来有一种见招拆招的感觉。平时遇到小怪就割草，遇到精英敌人就慢慢拉扯，等待远程重火力的支援。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最喜欢看到的就是一大堆的虫子扎堆站在一起。 直接搓一个轰炸往前面一丢，再掏出机枪朝敌人随意开火，这一大片的虫子，转眼间就会只剩下一地的残骸。尤其是攻打大型虫族巢穴的时候，几个队友轮流来一波轰炸，真的是太解压了。不过有意思的是啊，这个游戏无论是做任务还是呼叫空投支援，全部都需要手搓方向键指令。比如我最擅长的是这个，下来左上，还有这个500公斤。如果你是超级公民的话呢，你还
可以直接在这里，在飞船的这里专门练习搓技能。说起来也离谱啊，多花150就只有名字有区别。所以你如果不是超级冤种的话，现在这里竟然还有一个网站专门用来练习，这里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技能，还可以测出你召唤空投的速度。你看我这个怎么样？0.31秒，你能比我快吗？直接在弹幕发起挑战，大家把你们的这个秒数给发到弹幕上面。给你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绝地潜兵。不过要说《绝地潜兵2》，硬核这个词贯穿了整一个游戏体验。手头的武器打敌人厉害，打自己人更是毫不留情。击毙友军可是地狱潜兵里面最有特色的部分。我刚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发生过这种情况，因为队友没有带反重甲武器，被强袭虫撵得到处跑。为了支援队友呢，我一发 RPG 下去，虫子倒是被打破甲了，队友也一块被我炸飞了。谢谢啊！而且超级战舰和飞鹰战机的驾驶员对我们地狱潜兵有着绝对的忠诚，100%相信我们的轰炸指令。所以呢，不要把信标捏在手里面太久，要是你手里拿着信标又被虫子推了一下。游戏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离谱的技能，380高爆弹火力网。你看一下它的这个演示视频，是不是很猛？但你要知道的是，你自己可扔不了这么远啊！射程没有杀伤范围大的后果，可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所以玩游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些内向的队友，偷偷摸摸的扔了一个380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但如果是防守图的话，大家都喜欢在迫击炮台。不过迫击炮在追着虫子炸，虫子呢又撵着我追，实际打起来就像是迫击炮在追着我炸，经常会发生我回头把虫子打死了，迫击炮反而把我给炸死了的情况。所以当年的原汁原味在这儿是一点儿也没少。在这个游戏里面，你是真的有10000种死法。游戏中还有很多硬核的设定，就比如说子弹打完了之后呢，再次按射击键不会自动换弹，一定需要你手动换弹。换弹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弹匣里面还有剩余的子弹，那这一部分子弹呢也会被直接丢掉，而不是被魔法重新放回背包里面，直接治好了我的换弹癌。还有，如果你遭受了攻击之后还有受伤的debuff，腿被打伤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奔跑了，手部受伤的话，射击的准确度就会下降。如果你被重火力直接轰炸，还会看到你自己全身伤残。游戏场景的设计也相当的完善，在攻占虫族控制的星域，到处都是厚厚的军毯和密密麻麻的虫子，给人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。而占领生化人控制的区域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，地面上就是各种坑坑洼洼的弹坑，而且因为生化人也有大量的远程武器，和生化人对枪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下是否有掩体可供躲藏，一露头就会被火力压制，真正的去感受敌人的枪林弹雨。这些设定就让战场的氛围感相当的强，再加上游戏中的音乐很有史诗感，像是游戏刚开始空投到地面的入场音乐，又或者是完成任务时候的音乐，都很有大战的味道。所以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总是可以打到热血沸腾，仿佛我就是那个征战沙场的无敌民族英雄。不过随着游戏时间的增加，你慢慢的就会察觉到，这看似激昂的游戏基调下，总有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。为啥完成新兵训练任务，准备赴往战场的时候，会被称为货物？武器商店的评论里面，打低分的人怎么都消失了？为什么任务里面传播虫子没有威胁的广播站，就是我们要摧毁的非法建筑？后来你终于知道啊，原来虫群身上可以提炼出710燃料，既然是燃料，怎么能属于虫族呢？次元应该属于这个星系上面的所有人啊！游戏中有一系列的任务都是关于710元素的提取。第一次看到这个浓稠的黑色液体，是不是联想到了什么？再来看一下这个名字710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名字旋转180度，哟，这不是油吗 ？Moss 直呼内行，难怪来的都是飞鹰战机，这讽刺的就差直接报身份证号了。Democracy has landed.
这时候再仔细的想一下，就会发现游戏里面有很多细节都透露出戏谑的味道。比如新手任务里面这一块石碑，这前面的一大段都是参军成为地狱前兵的不平等条约。最离谱的是最后这一条啊，无论你是否阅读本条约，哪怕只是路过这里，都视为同一本条约。霸王条约 Pro Max 是吧？游戏里面角色的语音也是同一个味道，杀虫子的时候时不时会来一句 Say hello to democracy。就你在别人领土上为他人带来民主和自由是吧？甚至如果你持续开火达到一定的时间，角色还会发出有点疯癫的大笑，完全就是一副被洗脑的战争疯子的形象。如果你战死了，队友不是把你复活，而是呼叫了一位新的增援。上一个切里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，就真的成为了为民主牺牲的宇宙消耗品，绝地天线宝宝。不过好消息是，你比平均寿命30秒还是长了许多的，而且你也只是这个新区几百万个消耗品中的1员。生化人最早也是超级地球的公民，只不过因为他们反对民主，他们的广播站就应该投诚，枪毙就是对他们的解放。除了这些，游戏中还有一个离谱的设定，那就是一旦你离开了地图区域，不是直接任务失败，而是会被视为叛国，直接开始被母舰炮击。就算是全队都超时，不再有母舰弹药支援了，依然会不惜火力专门回来炮决你。领了。虽然《地狱前兵》这个游戏像是开发组专门为了讽刺侵略而制作的游戏，不过说到底，游戏能那么火，还得是游戏本身足够好玩，足够优秀的游戏画面，多样的枪械和技能搭配，以寡敌众，胜利之后的爽快。不过现在这个游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，买之前看了一眼 Steam 的评论，全都是网络连接问题。记得游戏开服的那几天，试了几个小时连不上，最后发现要先开加速器过反作弊，进去之后再关掉加速，才能和好友正常的联机。游戏恶性的 bug 和难度平衡也是玩家集体诟病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 Kitt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